有人说虎是百兽之王，熊对于老虎来说就是食物，因为无论从力量还是灵敏度来讲，老虎都能完虐熊。也有人说，同等体量的熊在力量和咬合力上都不输老虎。尽管熊是杂食动物，但寻常老虎都不敢招惹，更别说能战胜了。那么，同为大自然的顶级猎食者，老虎与棕熊究竟孰弱孰强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在俄罗斯远东的西霍特阿林山区里，来自阿穆尔虎工程的研究员科斯托古尔德有了意外发现，一头前垫宽度为10.5厘米的老虎足迹。据足迹推测，这头老虎应该是刚刚成年的雄性。然而，在老虎长达14公里的足迹上，都覆盖有一头成年棕熊的痕迹。棕熊一直尾随着这头雄虎，一路上穿过了树木密集的松林、植物分布相对复杂的河岸边，一直到老虎穿越冰封的河道，棕熊才停止了追逐。在跟踪期间，它们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而是一个追一个逃的极限拉扯。后来，在分析棕熊放弃追逐的原因时，科斯托古尔德教授说道：“冰封的河道上到处都分布着杂乱的人类脚印，这头年轻的雄虎应该是利用这一点逃过了落入熊口的命运。”不过，在同样的时间段，也是科斯托古尔德教授带领的团队在西霍特阿林的某处河滩上发现了一具老虎的残骸，在长达数英里的河岸线上密布着老虎与棕熊的痕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冲突。在打斗的痕迹中，有一处属于老虎环形分布的脚印，由此可以推断，老虎曾经利用自身灵活的走位与棕熊周旋，但是经过多次尝试，仍然无法通过棕熊的包围圈，以至于最后还是葬身熊口。后来，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员塞里奥金在前往阿林考察时，在树丛中发现了一些被棕熊啃食过的老虎遗骸。通过对周围棕熊粪便的化验，也确实发现了残存的虎毛。当然，这样的证据只能说明棕熊曾经吃过老虎，并不能直接说明是棕熊杀死了这头老虎。那么这一局是棕熊赢了吗？基于俄罗斯东部联邦大学1992年至2013年间对俄远东地区生物物种变化的观察和研究，就可以发现，作为该区域的顶级掠食者，棕熊、黑熊与阿穆尔虎的关系非常复杂。阿穆尔虎也称西伯利亚虎，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东北虎。作为无冕沙皇的阿穆尔虎，在当地的森林公民中享有一定声誉。在东部联邦大学一份长达21年的观察日志里，就发现，在430份老虎的粪便中，有8.4%的粪便检出了属于熊的部分。这无疑指向一个重要的结论：熊，这是东北虎饮食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真相究竟如何呢？东北虎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远东、朝鲜以及我国东北部。在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也是野生东北虎的重要栖息地。同样呢，这些区域也是黑熊与棕熊的领地。2020年夏天，我国小兴安岭的科研人员实现了关于黑熊的个体识别。由于黑熊个体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要从外观辨认，只能通过脖子上的一圈白毛形状辨别，所以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在高处放置食物，诱导黑熊后肢站立来进行区分。其中就有一只小熊，它是所有研究对象中最配合科研人员的一头，甚至有研究员亲切地称呼它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熊，因为它总是能准确地理解研究员的意图并做出正确的反馈。但就是这样一只聪明可爱的小熊，却难逃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2020年冬天，残存的小熊被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雪地中发现。当人们赶到时，熊的前颈和大部分腹部已经被老虎吃掉，甚至身上还冒着热气。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完小熊的遗骸后，第二天按照惯例再次上山观察。就在沿着头一天的道路上山时，他们发现一个细思极恐的情况：原来
在它们下山的脚印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老虎的爪印。从覆盖的长度能够看出，它们被老虎尾随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同行的人数比较多，很有可能就有人当场交代过去了。难怪在后来回忆时，老张还忍不住念叨：“太恐怖了！”这也是国内发现的关于老虎吃熊的直接证据。研究人员通过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一路勘探，在距离小熊被害地大约数百米的距离，发现了熊冬眠的地仓。由此可以推断出，黑熊在冬眠时被老虎发现，老虎评估了双方战力后，直接对熊发起了攻击。黑熊作为恒温动物，即使处于冬眠状态，也很容易惊醒。在发现东北虎的攻击后，迅速做出了回击。但由于体型上的悬殊，黑熊一边反击，一边被老虎拖行撕咬，终于在数百米开外的雪地上永远失去了生命。当研究人员根据红外线摄像头反馈的实时数据赶到现场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除了能看到失去部分身体的小熊残骸，研究人员还发现了3处来自老虎的卧迹。这说明老虎在杀死黑熊并进食后，还趴在附近消化了一番。同时也说明研究人员赶到时，老虎也并没有走远，这才有了老虎尾随研究人员的惊悚局面。在这次事件中，东北虎的战斗力无疑是在黑熊之上的，同时它的敏锐、警觉、隐蔽程度之高也令人啧舌。尽管这头聪明的小黑熊命丧虎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可是当地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却表示，老虎的到来对于咱们这块的生态平衡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在东北虎到来之前，红外摄像头总能捕捉到成群结队的黑熊在林中横行霸道。自从第一头东北虎来到保护区，黑熊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同为顶级猎手，似乎东北虎总能压黑熊一头。让我们再次将视线转向冬季寒冷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其实熊与虎之间的矛盾古来有之。以虎王戴尔为例，其成年后的平均体重达193公斤。虽然戴尔是东北虎中的重量级选手，但他们的雄性体重普遍在170公斤以上。如果对上平均体重仅为140公斤的黑熊，多半是老虎胜出。毕竟老虎的攻击技能包括撕咬、拍击、冲撞等等，而熊类大多只会推搡。不过在灵活度上，二者不相上下。经常打着打着，黑熊就窜上了树，老虎只能在树下无能狂怒。当然，如果黑熊不幸选中了一棵弱小的树攀登，老虎往往会直接撕了这棵树，让黑熊直接落下来。当然，黑熊也有可以完胜老虎的一面，那就是从智商上来讲，黑熊在人类面前表现得更机灵，当然不排除老虎不搭理人的可能性。但是当东北虎对上棕熊，结果就比较扑朔迷离了。棕熊是杂食动物，它的饮食结构中有60%左右都是坚果、青草、树皮一类的，而且由于它们热爱囤积坚果，建造地仓，网友们亲切地称呼它为西伯利亚大仓鼠。可是，在棕熊的饮食结构中，还有40%左右的肉食，而且在这40%的肉食清单上，东北虎赫然在列。不过，猎杀老虎对于棕熊来说是小概率事件，大部分情况下，棕熊会在老虎的辖区内找个位置默默蹲守。当看到老虎成功捕获了马鹿、麋鹿等动物时，它通常会尾随着老虎，伺机抢夺已经被老虎弄死的猎物。不得不说，这种行为还是挺不道德的。对棕熊来说，比起跟老虎厮杀，非法夺取老虎的猎物才是他们最想做的事。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棕熊也不愿意主动攻击老虎。同样的，对老虎来说，最好不要招惹棕熊。双方虽然摩擦不断，但是总体来说，东北虎与棕熊之间的争斗是从未停止，战绩上也是各有胜负。在水草食物丰盛的月份，东北虎与棕熊很少正面交锋，但是到棕熊每年贴秋膘末期和冬眠前半段，棕熊会更加频繁地上演虎口夺食。气不顺的东北虎也会频繁造访棕熊的地仓，猎杀小熊和母熊。熊与虎的争斗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自古有之，接下来也不会停止，谁也无法跳出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当然，相信人类的关注与介入会给这片土地带来更加稳定的生态结构。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